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跟进了一家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喷雾剂公司 DBIH， 并看看他们最近的企业活动和扩张上的进展。而且在上支影片里也有幸邀请到他们的管理层来为大家分享他们对自己品牌的未来期望。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为大家分享一家在大马垄断型的公司。主要来看看他们未来的发展和有哪一些东西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公司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力公司，也是唯一能够供电给消费者的电力公司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为什么说是供电而不是发电呢？因为如今已经有许多其他公司被许可发电了，但是他们都必须要把电卖给Tenaga，然后由Tenaga卖给消费者，这也就给予了Tenaga很大的护城河。那么我们先简单的来让大家了解Tenaga的主要业务，最主要的就是卖电，而其次他们也有做 Goods and Service， 也就是提供有关电能的产品和维修服务，和 Construction Contract， 也就是为本地和其他国家建造发电厂等等的大型基建。如果要了解更多关于他们业务的话，也能到我们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的详情哦。那么进入他们的业绩报告之前，请允许小编我打个小广告。如今政治动荡，疫情肆虐，美国股市泡沫，是否是股灾即将来临的征兆呢？如果股灾真的来临的话，投资者又该如何部署？这里小编就有个好消息，扭转乾坤将会在来临的8月14号举办一场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主要分析过往股灾的历史和股灾发生的原因，并重点分析10家当股灾来临时需要注意的马股上市公司，价钱只需要148令吉，并可无限重播观看哦。而且这里小编也有一个福利要送给大家，那就是只要加入我们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即可免费获得这个10拿9稳马股分享会，保证物超所值。想加入的朋友们请到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哦。那么回到正题，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如何。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10.3 个 b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 11.5 个 billion， 一共增加了 1.2 个 billion， 也就是 11.6%。至于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1.2 个 billion 下跌到了 0.95 个 billion， 也就是下跌了 0.25 个 billion， 大约 20% 的跌幅。那么盈利率也从上个季度的 11.7% 下跌到了 8.4%。 这里大家可能就会疑惑了，为什么这一次Tenaga的收入是增加，但是盈利却是下滑的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有着一个较高的税收支出，一共高达 503.8 个 million， 但是在上个季度因为申请了再投资补贴激励 Claim of the Reinvestment Allowance Incentive， 所以获得 310.2 个 million 的税收抵免 Tax Credit， 这也就导致了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下滑。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现金储备是高达 5.5 个 billion， 而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则是分别为 8.1 个 billion 和 42.6 个 billion，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净负债为 45.2 个 billion。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说，那Tenaga不就很危险？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 cash flow 显示，他们历年来都会一直向银行贷款。其实拥有这么高的长期债务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在这样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银行都还愿意借钱给他们，就表示银行对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而这些信心就来自于他们垄断的业务和他们背后的持股人，这一个待会小编也会说到。这就导致了他们就算 borrowing 再高都还能继续借钱。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股息方面。Tenaga自从2017年就更新了他们的股息派发政策，把他们的 dividend payout ratio 派息率提高到了30到60% 之间，而从2017年起，派息率也有一直增加的趋势，在去年也高达 59%。然后依据去年的80仙股息来计算，那么使用如今 9.7 令吉的股价，股息也高达 8.25%。
这也是德纳戈留着他们忠实粉丝的其中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那么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类别，那就是住家 domestic、 商业 commercial 和工业 industrial。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住家用户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23.9%， 商业用户则是占了 38.6%， 而工业用户则是占了 35.9%。 但是从用电量来计算的话，住家用户则占了他们总用电量的 27.3%， 商业用户则是占了 32.4%， 而工业用户则是占了 37.4%。 所以从这里可以判断出，其实他们比较赚钱的客户是商业用户，因为他们用电虽然只有 32.4%， 但是收入却占了 38.6%。 这就衍生出了一个风险，因为如今很多商家都减少了实体店面，转战网络，并在疫情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快商业数码化的步伐，而这很可能导致德纳戈的主要收入也就是商业客户减少。但是德纳戈也有成本转嫁机制 ICPT 和基本电费 Base Tariff 来为他们控制成本，这一点小片也将在十拿九稳的课程中为大家解释详情。那么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在各国的供电分布，他们分别在英国、科威特、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尼都拥有国际业务，而主要最大的2个供电国家分别为印尼的2064个 MW 和沙地阿拉伯的2090个 MW。 而在这里，印尼的供电也是颇为特别，因为他们的供电主要是利用马来西亚半岛的高压直流电互联供电，那么其他国家其实还是占了少数的供电量。那从刚才的分布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使用了太阳能，也就是可再生能源，这也被世界认为是以后的趋势，因为无需耗费燃料，而且更加的环保。那么德纳戈也有在发展这一项可再生能源的项目。目前来看，德纳戈的可再生能源占据了他们发电装机容量的 16.3%， 一共3398.2个 MW， 其中2732.3个 MW 是在马来西亚，而剩余的665.9个 MW 则遍布在外国。那德纳戈估计他们的可再生能源在2025年将会从提供3402个 MW 的电能提高至8300 MW 的电能，一共将会增加144个%。这也将包含各大项目的商业合作，一起开发太阳能发电厂。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德纳戈也是有在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是说了这么多德纳戈的利好，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其中一项利空，那就是他们的大股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纳戈的股份中散户投资者只占了 11.7%， 而外资投资者占了 12.4%， 其他主要的股东都是我国的各大基金，例如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EBF 公积金和 KWAP， 他们一共占了德纳戈 69.4% 的股份。所以一旦这一些基金开始大量售卖德纳戈的股票，就会造成市场上的波动，所以这也是散户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因为这可以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波动所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德纳戈的股价自从2018年就属于下跌趋势，而恰恰的我们的国库控股基金 Khazanah Nasional 从2018年就似乎有在减持的迹象，而 EBF 公积金也从今年的7月15号都一直在抛售德纳戈的股票，这也就导致德纳戈下滑的其中一项原因。至于有兴趣了解其他利好与利空和德纳戈其中的估值的话，小偏我也将在8月14号的十拿九稳课程为大家全面分析哦。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来参加。之后我们也来统计看看投资者对德纳戈的情绪表现是如何。那如果你们觉得德纳戈这一家拥有高股息并且垄断全马市场的公司会是你的选择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你觉得德纳戈的股价太过于依赖大股东的支持，所以有风险的，请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